自从在二手平台卡了冰山女总裁的 bug， 不断的从她手里捡漏，我的生活档次直线上升。可让我万万没想到是，她竟然连黑丝都往外卖。我是冰山女总裁的秘书，兼职贴身助理。她是一个购物狂，就爱买，买完没2天，新鲜劲儿过去，就挂二手网上，低价出售。最新款的游戏机，原价2000多，她玩2天挂网上卖99块钱。我买了，尼康的变焦镜头7999，她玩2天挂网上199，我兴奋的毫不犹豫，立马拍下。从此之后，我就盯着女总裁的账号开始卡 bug， 直到有一天手快竟然不小心拍下了一条黑丝链接。她很快给发来消息，不好意思，挂错链接了。她秒回挂错了，可对话框里的输入提示闪了3次又消失。这条黑丝真的是挂错吗？还是她故意抛出的诱饵？我的便宜是不是捡得太容易了？我叫顾明，在一家公司当实习生，可好死不死的，刚进公司不久就被女总裁选为秘书，兼职贴身助理和司机。传言公司女总裁是出了名的不好接触，人称鬼见愁。可入职3年，我发现传说中的冰山女总裁也并不是那么不好接触。唯一的不好的是她有个坏习惯，热爱买。我在1线城市工作，给女总裁当秘书助理，工资其实也不是很高，除去我租房吃喝之外，剩不下多少钱。所以平时我也会在二手网站上购买一些自己需要的东西。比如说，我最近想买个游戏机，正好我在二手 APP 刷到一个非常划算的价格，心想真是太幸运了。先不管是真是假，根据我经常买二手物品的经验，这种价格肯定会有很多人竞拍。我立马拍下，给卖家发消息：你好，你这东西这么便宜，该不会是假的吧？那边发来了一个冷漠脸，反问：假的？那你还买？什么态度？你是卖家，我是买家，顾客是上帝啊！结果那边继续冷漠回复：2000多的东西99块钱，你确定还要当上帝？我盯着聊天框，微微一怔，嘴角忽然露出一丝笑容。他说的可真是太对了，99块钱的游戏机，上帝爱谁当谁当。你说的有道理，已拍下，尽快发货。大概1小时后，我看到快递已经发出的消息提醒，什么？同城快递？发货的地址貌似还有些熟悉。好像就是冰山女总裁林浅浅居住的高档小区啊！那一片房价在我们这座城市得7、8万1平米，不会吧？竟然这么巧！前2天总裁林浅浅才让我给她买的最新款游戏机，又这么巧，货物是从她居住的那一块地址发出来的，好像有些不对劲。第2天一早我就收到了游戏机，同城就是快啊！我迫不及待的就将包装拆开了，打开之后先是检查了一下，看看是不是模型机。毕竟二手网站很多坑货，我按下开机键，开机的页面立马显示出来。我快速的打开了游戏，开始操作了起来。一轮结束下来，流畅，简直是完美啊！我迅速看了一下发票、保修卡什么的，显示的时间竟然就是前2天的。不会吧？这该不会是我给总裁林浅浅新买的游戏机吧？当然，钱是他掏的，他不会这么败家吧？才买2天就将2000多的游戏机给卖了，应该不会吧？她可是冰山女总裁，外号鬼见愁，平时在公司里雷厉风行，带领公司一路高歌猛进。前些日子还获得是杰出年轻女企业家的称号。要知道她年纪不过30，好像才29，这样的人脑子应该不会如此弱智吧？今天不用接我，直接开车来公司。好的，林总。我快速回了消息，不然往常我第一件事是开车去接她，今天居然不用，有些奇怪。带着好奇的心，简单的收拾了一番，就朝着公司赶去。虽然不用接他，按照他的习惯，自然是要帮着他买一杯咖啡，外加一份欧包早餐。进入公司，同事们都纷纷和我打招呼。在同事们眼里，我可是一个很有本事的人。毕竟在我之前，冰山女总裁林浅浅可是换了数个助理，只有我安然活了3年。我在大家眼里就是一个勇士。有时候大家都调侃说，有了我的存在，林总裁的情绪都温柔稳定了很多。对此，我只是笑笑不说话。来到林浅浅办公室门口，我抬手敲门，进。林总，早上好，您的早餐我已经买好了。林浅浅坐在办公室老板椅上，穿着黑色干练的职业装。她身材本身高挑，又是那种冷白皮的皮肤，长相方面也绝对1等1。她的那张精致的笑脸，可能只有我巴掌大小。她抬头，眉头微微一动，看着我，
清冷的气息立马释放出来。我给您放到桌上。忽然看到他办公桌上没有那个游戏机，游戏机我给他买回来的这2天，他玩完就丢在办公桌上，也没带回家。我心中的好奇心一下更加强烈。我盯着林浅浅，忍不住有些心虚地问道：“林总，你的 PS5 游戏机呢？”我玩了2天，没什么意思，挂网上卖了。卖了？一听此话，我脸上露出错愕之色，心里开始打鼓，心跳也开始加速了几分。多少钱卖了？怎么你对这个很感兴趣吗？他冰冷的嘴角竟然意外扯出一丝笑容，看得我浑身直打哆嗦。我心里想着，千万别对我笑，你还是恢复以往冷冰冰的样子。你笑的简直比你冷冰冰的模样还要恐怖。回神后，我连忙摆手，不感兴趣。哦，不感兴趣。林总，我先去忙了。我此时坐立不安的找了个借口，匆匆离开。回到自己的工位后，我快速打开了二手网站，经过仔细一番对比，发货地址和游戏机的一些细节，我记得林总的游戏机摔过一下，上面有浅浅的磕碰痕迹。我快速从包内拿出来看了看，经过仔细对比，真的有一个很小的磕碰印记，但几乎可以忽略不计。但这也完全可以验证，我买的游戏机就是林浅浅出售的。我的交易对象居然是我的冰山女总裁林浅浅，99块钱就让我捡漏了，真走运啊！此时我竟然有一种紧张的刺激感。可不管那么多了，对于我这种职场小透明，能省一笔是一笔，省到就是赚到。接下来我盯着林浅浅的二手网站的账号，让我没想到的是，林总裁的账号很快又有了新的动向。尼康的变焦镜头原价7999，现在只要199。我知道这个变焦镜头是我梦寐以求却一直舍不得买的镜头，可这个尼康变焦镜头大概是林浅浅2周前买的，现在就不要了。林浅浅的账号挂的物品信息几乎全新，玩腻了不想要出。物品挂出来不到1分钟，我立即就拍下，心中大喜啊，不对，是窃喜。毕竟现在是上班，我就算太过兴奋也不能表现出来，免得露出了马脚。我快速端起桌上的水杯，大口喝了口水，压下了兴奋。却在这时候，桌上的手机响了声，一看是林浅浅发来的消息，我立马深呼吸口气，进来一趟。我快速进入他办公室，这里有份文件，你去处理一下，老规矩。林浅浅抬眸看着我，我应声说好的，林总。他将文件递给我，我伸手去接文件，林浅浅却没有立即松手，而是抬眸盯着我，一副意味深长的模样看着我。看你的样子好像很开心，遇到了什么高兴的事情吗？啊！我心跳加速，心想该不会被看穿了吧，还是露出了什么马脚。我心虚到了极点，旋即一想，不可能，他怎么可能知道是我？我强行定了定心神，没有什么开心的事情。林总，我先出去帮你处理文件。我说完此话，他才松手。我快速出了门，抬手擦去了额头上的冷汗，心想刚才太险了吧。我靠在门上，暗自想了一下整个作案的流程，全程应该没有露出任何马脚吧。我几乎确定肯定没有，我悬着的心这才算放下。第2天我就收到了尼康变焦镜头，林总真是太败家了。可这样的败家我太喜欢了。打开新世界大门后，我开始专门花费一些时间来盯着林浅浅的账号，上班也要摸鱼盯。一段时间后，我收获颇丰啊，从电子产品到日常家用的产品，微波炉、面包机之类的，其余的有耳机、键盘、鼠标，玩游戏的设备几乎都要凑齐了。要是还能有一张4090显卡就好了，那我的电脑设备将达到一个全新的高度。可这件事儿我也只能想想，毕竟我不能和冰山女总裁直接开口问她要一张4090的显卡吧。但万一呢？反正在二手网站上谁也不知道谁是谁，网络是虚拟的。我厚着脸皮第一次主动找到林总的账号，私信发消息询问林，打了一个字，我快速的删除，心想刚才好险啊，差点将林总的林给发出去了。如果发出去就全完蛋了，肯定会暴露自己的。我快速删掉，恨不得给自己一个嘴巴子。好险好险啊！你好，请问你这边卖4090显卡吗？消息发出去不多久，显示已读不回。我心里有些发虚，心想自己脸皮真厚啊。我快速切入二手网站聊天账号，当我没问过。心理素质还是不够强，还是得多多培养啊。中午的时候，我看到林总的账号又上了一条链接。面对林总账号里发出来的东西，我向来是宁可错杀也不可放过。第一时间拍下链接，正要细看的时候，林总忽然喊我开车陪他出去参加一个会议，因为我需要给林总总结会议的一些东西。等会议结束后，我忙得不行，坐在车内休息了一番，连打开手机心情都没有。回到公司继续整理资料，而林总则是先一步去参加别的应酬。
好不容易熬到下班回到家，坐在家里的沙发上，我立即想到二手 APP 上捡漏林浅浅的东西，顿时一下就有了精神。等打开之后，我竟然发现自己拍下的东西是一条黑丝链接，黑丝链接提示已经发货。我连续打了3个问号过去，对方都没有回。冰山女总裁竟然将她的黑丝发给我，不对劲啊！我原本想取消订单，可是对方已经发货，没有对方同意是不可能取消订单。林浅浅，你快看消息吧，不然你都不知道自己发什么给我。一直熬到深夜，林总还是没同意取消订单。好几次我都想给林浅浅发消息，但都忍住了。好不容易到了第2天，我签收了快递，却不好意思打开，里面可是林浅浅穿的黑丝啊！我开车去接林浅浅的时候，见到林浅浅从小区里走出来，我就心虚的厉害。关键她今天还搭配着一条黑丝，我眼神不敢看她，打了声招呼，将提前买好的早餐交给她。林总，您坐好了，我要开车了。一路上，车内的气氛都有些尴尬，我们在车上没说一句话。到了公司后，林浅浅下车，我才微微松口气。她怎么好像什么都不知道的样子，淡定的厉害。心想，别人不愧是当总裁的，心理素质就是强。回到工位，我开始处理一些工作上的事情。半晌，我的手机响了，我快速拿起手机看了消息，是对方发来的。东西收到了吗？这次怎么不见你好评啊？啊，以往我买东西收到货后，当然立即点5星好评，货真价实，质量好。你这次卖的东西是你的黑丝，你是不是搞错了？怎么不喜欢吗？我看到这条消息，顿时傻眼了，但很快就反应了过来，不对劲啊，完全不对劲啊！林浅浅怎么是绿泡泡给我发的消息啊？我竟然还回复了，完蛋了，完蛋了！我的身份难不成曝光了？我心跳加速跳动。可他怎么知道二手 APP 上的买家是我？我紧张的颤颤巍巍打出一行字：林总，你是怎么发现我的？林浅浅发了一个很抽象的表情，回复道：你是不是忘了？你入职的时候填过家里的地址？该死，我怎么把这茬忘了？不过谁能想到老板还会记下员工家的地址呢？哈哈，没想到林总的记性还怪好的，我只能以此来掩饰尴尬了。快递拆开了吗？一想到那个还没有拆开的快递，我就尴尬的脚趾抠地。他该不会是以为我有什么癖好吧？我立马解释：林总，我不是对你的黑丝感兴趣。哦，那是对我这个人感兴趣了。林浅浅发来的这句话直接给我整不会了，怎么感觉他好像并不反感我买他黑丝的事情？我盯着手机屏幕，有些不知所措，半晌才回道：林总，苍天可见，我对你没有任何非分之想，我可不想明天一到公司就被他开除了。我就这么没有魅力吗？我快速地敲下一行字：林总不仅年轻有为，还美丽大方，几乎是所有男人的梦中情人，也是当之无愧的美女富婆。哪个男人不想找个这样的当对象？但大多时候也只能是想想了。这小嘴倒是挺能说的，不过你就不好奇快递盒子里是什么东西吗？这和他平时高冷的形象完全对不上。我撇了撇嘴，除了他的黑丝还能是什么？我下班到家还是决定打开快递，可当我看到快递盒子里的东西后，当场愣在了原地。这里面根本就不是什么黑丝，而是我一直想要的4090显卡。我用一条黑丝的价格买到了4090显卡，这说出去谁相信啊？我激动地拿起手机问林浅浅：林总，你确定这4090显卡是给我的？这可是我好几个月的工资，我感觉这一切有点不太真实，就像是在做梦一样。于是用力拧了自己胳膊一下，疼，不是在做梦。他为什么要对我这么好呢？不喜欢，就当是犒劳你的。嘿嘿，喜欢。林总，你放心，我日后肯定会更加努力工作。我笑得嘴巴都要合不上了，跟着这样的老板，何愁不能发家致富？估计要不了多久，我也能开上宾利了。我想换一台新的洗衣机，明天你把那台旧的搬走。他怎么知道我缺一台洗衣机？其实我早就想买了，但价格直接把我劝退了。我犹豫再三后，问他：林总，你打算卖多少？不卖，换了新的洗衣机，这台旧的放着也占地方，你要是不要的话，就直接扔了。真是有钱任性啊！我笑眯眯地回道：要，明天就来搬走。第2天早上，我叫了一辆货拉拉去接林浅浅的时候，顺带把洗衣机拉了回来。虽然挺尴尬的，但有句话怎么说来着？只要我不尴尬，尴尬的就是别人。下午下班的时候，林浅浅因为有应酬，作为秘书，我自然是要陪着去。应酬完，林浅浅已经醉得走不了路了。我把她送回家里，进电梯的时候，她整个人都靠在我身上，香水味夹杂着酒气飘入我鼻子。我垂眸看着靠在我怀里的女人，心跳不由得加速。此时的林浅浅脸颊通红，长长的睫毛微微颤动着，可爱又诱人。
林浅浅突然干呕了一声，吓得我赶紧捂住了她的嘴巴。林总，就快到了，再忍忍。林浅浅推开我的手，我没事，再喝2瓶都不是问题。说实话，看到她喝那么多酒，我还是挺心疼的。一个女孩子靠自己闯到今天也是不容易。我刚把她送到家里，她就忍不住吐了出来，衣服直接遭了殃。我把她扶到沙发上坐下，赶紧脱掉了衣服。林浅浅眼神迷离地看着我，不知道是真醉还是假醉，醉醺醺地说了句：“腹肌不错。”我一脸无语，流氓！我瞅着沙发上有块毯子，赶紧拿来披上。一个没注意，林浅浅突然一把将我拽倒，整个人趴在我身上，双手朝我腹肌摸来。嘿嘿，让我摸一下。我想要推开林浅浅，结果她的手已经向我身下探去。咦，这是什么东西？好硬！我赶紧去拉林浅浅的手，哪知她突然用力，一把抓了进去。我顿时屏住呼吸，翻身将她压在身下，钳制住了她那双不安分的小手。怎么了？林浅浅一脸无辜地看着我，那软萌的样子就像一只小白兔。但我知道我不能这么做，哪怕是在她醉得不省人事的情况下。林总，乖乖去床上休息。那好吧，我要抱抱。她双手主动抱住了我的脖子，无奈我只能把她抱回房间。我想喝水。林浅浅躺到床上后开始脱衣服，我咽了咽口水，立马转过身。可等我倒水回来的时候，林浅浅已经睡了过去。我把水放在床头，帮她盖好被子后就回去了。因为衣服脏了，只能裹着她的小毯子带回去。好在是自己开车，否则我都社死。第二天，我和往常一样去接林浅浅。她坐上车的时候，我的脑子里不由得浮现出了昨晚上她抱着我的画面，脸刷的一下就红了。林浅浅大概也注意到了我的反应。你脸红什么？我轻咳了一声，来掩饰尴尬。可能是有点热吧。对了，林总，昨晚上你吐了我一身，所以我就把你沙发上的小毯子带回去了，洗干净了我再给你送回来吧。林浅浅突然凑近。昨天晚上你就没有想过对我做些什么啊？我对天发誓没有。林浅浅像是有些失落，轻声嘀咕了句。都说喝醉了对方才有机会，看来这网上说的也不靠谱啊。林总，你说啥？我瞪着眼睛装作没有听清。高冷女霸总喝醉了只为给小秘书机会，我是想都不敢想呀。我和林浅浅刚到公司就开了早会，因为这一季度的销售额比预期的多了20%，所以林浅浅提出带大家去团建。大家想去什么地方团建？林总去农家乐吧。林总去碧水山庄吧，那里还能泡温泉，这天气泡温泉最舒服了。大家的意见都不一样。林浅浅突然转头问我，你想去什么地方？我有些懵，她当着这么多人面单独问我，不知道的还以为我跟她之间有什么呢。我觉得泡温泉不错。行，那就去碧水山庄吧。我只是这么一说，林浅浅就决定了下来。但是很快就有人提出了异议，也不是所有人都能泡温泉啊。再说了，一个池子泡过那么多人，万一有什么病菌，岂不是花钱受罪？再说了，这天气不一定就要泡温泉啊。我觉得去农家乐也不错，还能接近大自然。说话的人是刚到人事部不久的周明，别人说就没事，到我这儿他就有意见了。他的话刚说完，会议室里顿时静了下来，但很快有人打破了这尴尬的局面。林总也是想着让我们好好放松一下，如果泡不了温泉，山庄里也有其他娱乐活动啊。人家都已经给他台阶下了，他还不悦地说了句：山庄的环境哪有农家乐好啊？农家乐这是给了他多少钱？我立马对了一句：林总都同意了，你还在纠结什么？再说了，又不是让你出钱。周明还想说些什么，林浅浅直接打断了他。既然你泡不了温泉，那就不用去了，免得到时候染上什么病，还得怪到我头上。林总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周明顿时有些急了，想要解释，可林浅浅根本就没有听他解释的意思。毕竟是集体活动，我还是去吧。周末，林浅浅包了一辆大巴，林浅浅还特意交代，既然是一起出来玩的，自己单独开车去不太好，和大家一起才能增进关系。林浅浅坐在最前面的位置，因为她是老板，所以没有人敢坐在她旁边。我和几个同事最后上的车，走在我最前面的周明看到林浅浅旁边的位置空着，林总，我可以坐在你旁边吗？后面不是还有位置吗？随后他看向了我，示意我坐到他旁边。我顿时有些尴尬，这么多人看着呢，要是直接坐到他旁边，搞不好得整出绯闻来。只是犹豫了片刻，剩下的位置都已经被其他同事坐了，最后没办法，只能坐到林浅浅身边。哟，没想到顾秘书的脸皮挺厚啊，问都不问林总就直接坐下来了。周明不爽的声音从身后传来。到了山庄后，男同事和女同事就分开泡温泉去了。不得不说，泡温泉是一件相当舒服的事儿。泡了差不多半个小时，我就回更衣室换衣服去了。
我换好衣服出来的时候，看到周明坐在角落里盯着手机，不知道在看什么，见他哈喇子都快流下来了。一开始我也没有在意，直到他手机里发出了一道熟悉的声音。虽然他立马关掉了声音，但我还是听到了，是林浅浅的声音。我走到他身后一看，这家伙居然偷拍林浅浅和女同事泡温泉。我一把夺过周明的手机，你不知道偷拍是犯法的吗？什么偷拍？我可没有！快把手机还给我！我直接拿着手机找到了林浅浅，把这件事情告诉了她。此时的林浅浅还穿着泳衣，虽然裹了毛巾，但纤细白嫩的大腿就这样一览无余地展现在我面前。刚好有几个女同事走过来，大概是听到了我们刚才的谈话，问了一句：林总，我刚好像听到有人说谁偷拍我们。当我告知他们视频是周明拍的时候，其中一个女同事立马愤愤不平地说道：我早就觉得这家伙不对劲儿了。之前我在公司有次从女厕出来的时候，看到过这家伙在女厕门口鬼鬼祟祟的，不知道在干什么。对，我之前也碰到过。林总，可不能让这种变态继续留在公司了，搞不好他可能还在办公室里偷拍过我们呢。周明这下子算是激起群愤了。恰好这时周明追了过来，看到手机在林浅浅手里，一下子蔫巴了，却还想辩解。林总，你误会我了，我不是想要偷拍你们，只是觉得……林浅浅把手机交给了我，吩咐道：看看他手机里还有没有什么不干净的视频。我接过手机，打开了视频相册，不看不知道，一看吓一跳。这家伙在公司的时候果然偷拍过女同事，甚至还偷拍过林浅浅。林总，他确实在公司偷拍过。林总，这件事情可不能就这么算了。林浅浅看了周明一眼：你是打算自首，还是我亲自把你送到警局？林总，我知道错了，求您放过我这一次吧，我保证以后都不会再做这样的事情了。周明直接跪了下来。林浅浅最后还是报了警，因为情节不是很严重，所以周明只是拘留了5天。他出来后就直接回了公司，但林浅浅已经让人把他的东西打包好了。周明抱着东西从办公室出来，像只可怜巴巴的小狗。真是活该！你在狗叫什么？又没偷拍过你。周明走后，林浅浅就把我叫到了办公室。他靠在老板椅上，那双水灵灵的大眼睛上下打量着我。我被他盯得有些不自在，主动开口：林总，你有何吩咐？我给你买的衬衫为什么不穿？太贵了，我舍不得穿。团建回来后，林浅浅就给我买了新的衬衫，说是作为她土了我一身的补偿。那件衬衫大几千，我哪舍得穿，直接把它供起来了。有什么舍不得穿的？穿坏了我再给你买。哆嗦着开口：林总，你这是什么意思啊？我的意思都已经这么明显了，难道你还看不出来吗？他真的喜欢我？天上掉馅饼这事儿也轮到我身上了。看出来了，林浅浅都已经明示我了。我要是再继续装傻的话，就有一些不识抬举了。那你还不主动一点啊？怎么主动？你没追过女孩子吗？从办公室里出来，我本来是打算等下班后带林浅浅去吃饭看电影，结果一看手机，人傻了。她居然直接在群里公布我是她男朋友的消息，我还以为我俩以后要搞地下情呢。看到消息的同事立马跑到我身边八卦起来：顾秘书，你可以啊，居然把我们的高冷女霸总拿下了。男同事纷纷向我取经，我一时间不知道该说些什么，总不能告诉他们是林浅浅追求的我吧？嗨，哪有什么秘诀？我和林总那是两情相悦。下班后，我带着林浅浅去吃饭看电影，我特意选了一部抗战片，看的时候内心无比澎湃，却没想到林浅浅直接看睡着了。从影院出来后，林浅浅打了个哈欠说道：总算结束了。电影不好看吗？你和女孩子谈恋爱看抗战片真的好吗？我也是第一次和女孩子约会，不懂啊，要不你多教教我。我能教你什么？林浅浅微微皱眉，模样看起来更加可爱了。我一把将她搂进怀里。那天晚上你喝醉的时候不是挺主动的吗？现在还想摸我的腹肌吗？林浅浅瞬间红了脸，抬手轻轻捶打着我的胸口。那天我喝醉了，什么都不知道。她抬眸望着我，眼神如同一汪水。不过你要是愿意的话，晚上可以去我家。虽然我成了林浅浅的男朋友，但并没有因此得到优待，甚至比之前的工作量更多了。因为除了工作上的事情，我还要照顾她的生活起居。不过她给我涨了工资。你每天来回接送太麻烦了，要不你直接搬进我家吧，我一个人住怪冷清的。我搂着她的腰说：那以后多生几个孩子，家里就不会冷清了。